上去！哎呀，还在楼上呢！你别上去，你别上去！哎呀，他眼睛不好啊！我知道，我上去。你把家里钥匙给我，快！好，你一定待着啊！你别上去。国伦，把嫂子看好了。好，让姐夫上去啊！没事。这怎么办呀？菲菲还在楼上呢。报警了吗？快报警啊！啊！通知人，通知物业，快去找人，快去啊！干什么你？干什么？就让你让你开，让开，让开！让开！你们要是再敢跟踪我，我见一次打一次。住手！你要干什么？你谁啊？你为什么打他？你大男人打一女人有什么本事啊？哎，你是不是喝酒了？我告诉你啊，酒后不能驾车。没事吧？没事吧，女儿？要不要去医院？走，追。行不行啊？他一个人上去。放心吧，放心吧。嫂子，你等一下，我也去看看啊。你在这儿待着，别动啊。你小心点儿！我们这个外面已经着火了。601的易小姐还在楼上呢，刚发的朋友圈。601，这楼对，还在楼上呢，现在。你不能进，不能进！我去救人！什么狗屁小区啊！着火报警，催动不了！快去来报警！哎妈，妈，菲菲，妈，菲菲，来，我看看，没事吧？啊，没事，別怕，走啊，跟着我。出来就好，出来就好。菲菲，没事吧？还好吧？没事。哦，郭伦呢？啊，你没看见郭伦吗？郭伦不跟你在一起吗？他进去找你去了。进去找我去了。你看这孩子，你就别乱动了，好不好，嫂子？哎，注意安全啊！小朋友，你醒醒！
小伙子，小伙子，醒醒！喂，没事吧？醒醒！哎，叫救护车，快！快，黑子！快救我老婆！你老婆在哪儿？玉灵城花园小区。你没事吧？捂着，自己捂着。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车里还有一个，车里这边还有一个，车里还有一个，快快快！还有人活着！哎，你们过来帮忙，快！别拍了，滚！刘佳楠，你死定了！小梦，我出事了，快来接我，快点，快点！我不能被警察带走，快点！能动吗？是来了，来了，来了！快快快！慢点，慢点。使点劲儿，来，来。你好，你是肇事司机吧？出示一下驾照、行驶本。好。吹一下。不用了吧，我也没喝酒。喝不喝酒不是你说了算啊！吹。快点。都134了，还说没喝酒？带走。别急！小梦，闪开！快点，帮我找律师，找最好的律师，跟田姐说让他救我。好。中军，前方发生了车祸，我们出不去了，请求重新調配車輛。跨江大桥一線發生多車連環相撞特大事故，全線交通陷入癱瘓，交警部門正在現場疏通。完了，這回看來真出事了。還是沒有人接啊！我的天哪！劉元陽是因為我才加班到這麼晚的，他要是出了點什麼事兒的話，呸，不會的，不會的。你開得再快一點吧。好。隊長，門口花園太緊閉，消防台警部無法進入。郭总，你没事吧？没事啊。喂，你快走，快下去！那你住院去啊！好。喂。
小心！哎，马拉松，等我会儿。来，慢点，小心。哎，慢点。怎么了，黑子？刘月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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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刘月阳，刘月阳，不好意思，刘月阳，刘月阳，接过一下，有劳接过一下。刘月阳，你在哪儿？你没事吧你？没事。刘月阳，你没事吧？你上哪儿了？没事。让一下。王总，你没事吧？跑哪去了？您身上没事吧？行啊，不是，罗总，我以为你都脱离险境了。你没看我现在马上下来找您吗？这台上放的什么玩意儿啊？这是炸了？这油怎么会着呢？这谁说的轻啊？就是公司研发了几种高科技的那个食用油样品，它也不是炸弹呢。不是炸弹，差点炸死人了呗。你是刚才救我的人吧？啊，你好，感谢，非常感谢，不客气。啊，你是，你贵姓？我许哥，您怀公。我叫齐恒，真的非常的感谢。不客气啊！刚才要不是拉你一把，这个是，要不是拉我一把，可能小命也没了。啊，行。哎，大嫂，我先过去。哎呦，你去啊，走。怎么样？啊，怎么样？郭龙，赶紧来，赶紧收拾啊！出这么大事儿，田姐，你先别激动，你想想，好好想想，一定有办法把丽丽哥捞出来的。他以为我再神通广大，我能跟国家对着干吗？这丁丽丽才捧红了几天，让她当混世魔王，那是给她的角色定位。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田姐，丽丽哥这也就是个交通意外，总会有办法的。你老实说，他碰那玩意儿了吗？没有，绝对没有。你是天天跟着的，你能肯定？我今天晚上谁都不许睡，联系媒体，给我出全套的危机公关方案，把全市最好的律师给我請來。是。歐陽大律師，幸會啊！我是彩雲影業天雷娛樂公司的 CEO。田哥。您真是消息靈通啊，歡迎。我來介紹一下，這是我們從本地請來的最好的刑辯律師陳述。歐陽和大律師，10年法官生涯，10年律界神話，早就如雷貫耳，榮幸之至。本地渠道疏通那些雜事就交給沈律師了。明白。您要是想吸的話，請隨意。謝了。懸着它只是我一個習慣。各位坐。在來的飛機上，我已經把丁麗麗的資料都看完了，話不多說，我點到為止。至於事情能做到什麼程度，還需要跟各位一起努力，好嗎？導致抽獎血樣發生變質的因素有1。未低溫保存2，長時間未送檢3，要求3日內送檢，3日內必須出具鑑定報告。哇，今天這新聞可都爆炸了啊！
原来昨天车禍的肇事司机，居然是丁丽丽哎！我也看到了，现在新闻上全是连撞4车，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好惊险啊！太夸张了。微博现在已经完全瘫痪了。头版头条，头版头条怎么了？不是很正常吗？像丁丽丽她这种流量，不得头版头条？不是，我说的是这个，你看。哎呦，我们的米柔回来了！来，大伙起立鼓掌！来，欢迎我们大功臣啊！啊！米柔跟在这台下呀，拿着一手资料，那简直就是深水炸弹啊！啊，不是原子弹，也不枉我们这半年的功夫啊！从昨天開始啊，我們的這媒體微博量真的是大漲啊！來，再次感謝米柔他們啊！謝謝大家，謝謝大家支持我工作。好。哦，對了，米柔，剛剛有警察過來找你倆錄口供。好，我知道了。你看這傷啊，哎，放心，我已經給他們公司發了律師函，啊，必須讓他們賠償。謝謝主編。你去那邊看一看啊，小李，你到那邊拍拍啊，拳頭別落下啊。嗯。哎，老侯，燒這麼嚴重啊？這該燒煤的都燒沒了。是這樣，這個房子面積呢，差不多200多平，這個火災面積啊有90平，你也看見了，全燒沒了啊！而且旁邊有幾家住戶呢，有8戶受災，其中801是最嚴重的。來，老侯這邊，這個就是起火點。這什麼東西？這是樣品油。801的住戶啊叫馮百川，好像是一個什麼石油油公司的總經理。當天，他這個陽台上就放的全部都是食用油，旁邊還有一些書籍。你想，這一旦着火了，幾個加一塊就全燃了嘛。基本上大致情況就是這樣了。小莊，過來一下。小莊，來，鑰匙給我。哎，老牛。好，姐，有什麼吩咐嗎？我來問你一下，這個幼兒園地溝油中毒那個案子是你承辦的嗎？對啊。唉，劣質的地溝油竟然流向了孩子們的餐桌，太惡劣了。你說孩子們的身體怎麼承受得了呢？啊？是，食品安全問題啊，關係到咱們的子孫後代。檢察院已經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提起公訴了。我在想啊，用這個地溝油生產的油，它的批號從哪來的？誰給他發的許可證呢？掛羊頭賣狗肉，這些個人吶，一邊拿着政府對新興企業的補貼，一邊用劣質的地溝油偷梁換柱生產成食用油。你說這些人就不怕斷子絕孫？是啊。哎，你怎麼突然之間問這個事兒？哦，對了，好像你們家有個親戚開幼兒園的是吧？有孩子中毒了？我跟你說啊，這個事兒啊，不管我們家的親戚是不是開幼兒園的，黑心商人，掙錢不要命，像這種人就應該嚴懲。放心，絕不手軟。劉老，哎，曲，你也在？哎，曲，丁麗麗的罪加案在咱們院立案了。你們猜猜看，檢察院是以什麼罪名提起公訴的？不是以什麼交通肇事罪？才不是呢，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訴的。好，這就叫絕不手軟。是啊，明星犯案呢，
这个媒体的關注度空前，對老百姓呢也是有強大的吸引力，尤其這個輿論的導向十分重要，所以啊，這個檢察院要殺一儆百啊。哦，還有，丁麗麗她這次的第一辯護人是全國律協的常務理事歐陽和。歐陽和。哦，對了，那個膏藥是你送的吧？是的。謝謝啊，我還有事，我先走了，回頭我們說啊，老牛。拜拜，姐。哎，牛老，您說這個膏藥是什麼梗啊？少管閒事，管好自己。得嘞。你要吃藥嗎？我給你買啊。哎呦。欧陽律師，你要不要休息一下？這種連軸轉的工作已經習慣了。切記，每一份證據的每一個字都要查清楚，不懂就查，絕對不能只看鑑定結論，必須逐項核對。歐陽老師，這些都是權威鑑定意見，層層把關，我們根本就看不懂這些原理。咱們這樣逐條核對，這有意義嗎？你認為沒意義嗎？仔細查，總會有你看得懂的地方。無論一種程序和制度再嚴謹，只要執行的是人，人就一定會犯錯。你、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弱點，不是嗎？但是這些表格啊、數據啊，這對於咱們律師來說實在是太難了。有時候解題的思路不必外求。對手在提問的同時也送來了答案，只要有0.1的奇蹟，抓住破綻。找到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還是陳律師懂我啊！這個案子只要落在了我歐陽和的手裡，就不會讓他判得容易。還有時間，繼續。丁麗麗。我們是你公司委託來替你辯護的律師，開庭前呀，再和你做一次溝通。你知道你犯了什麼罪嗎？大律師，花那麼多錢請你們過來，不就是讓你們告訴我沒犯罪嗎？死傷多人，你不可能沒有犯罪，但是此罪與彼罪量刑的差別巨大。我們只能盡量爭取給你較輕的量刑。我們現在需要你在法庭上表現為一個受害者，盡力的去博取法官和公眾的同情和好感，你懂嗎？懂，不就是演戲嗎？我最擅長的。可以啊，我演給你們看，你們也演給我看，互相看看彼此醜陋的臉龐，多有意思啊！當事人丁麗麗，你最好認真的聽着接下來的說的話。我是不會讓你砸了我歐陽和的招牌的。等等，我有個問題，請講。我開車撞死人，不是賠錢就可以解決嗎？我是我們公司的搖錢樹，我們公司的老總田姐可以幫我賠所有的錢，我為什麼要坐牢？我就喜歡你這種人。如果多一些像你這樣的法盲，那這個世界就是我們律師的樂園了，對嗎？坐正你的身體，認真聽着。車禍若構成交通肇事罪，量刑3至7年。可這次檢察院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對你提起公訴，此罪重則10年以上，以致無期，以致最高可達死刑。這個差別你心裡明白嗎？所以你最好想清楚，不是我嚇你，想不清楚你就死定了。走。現在開庭。根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本庭依法公開開庭審理蘄州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被告人丁麗麗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案。本案由審判長齊衡、審判員王默、馬拉松共同組成合議庭，書記員傅子香擔任庭審記錄。現在開始法庭庭審調查。首先由公訴人宣讀起訴書。好的，審判長。蘄州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被告人丁麗麗，男，現年27歲，漢族，蘄州人，本科文化程度，彩雲影業、天雷娛樂公司全職藝人。本院認為，被告人丁麗麗無視國家法律，在嚴重醉酒的情況下，以超規定時速2倍多的速度及180公里時速駕車行駛於早高峰幹道車輛密集之處，並最終造成6死2重傷及他人財產損失數十萬元的嚴重後果，其行為已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節特別惡劣，後果嚴重，社會危害性大，應予以嚴懲。本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15條第1款、第57條第1款之規定，認定被告人丁麗麗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訴，請依法判處。蘄州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周偉。危害公共安全罪，這弄不好是個死罪啊！被告人丁麗麗，公訴機關指控你的犯罪事實，你有無異議？我是在失去自我控制能力的情況下不小心出了車禍的，我沒有主動犯罪，他們對我的指控完全沒有意義。你這是胡說！你還我兒子！安靜。剛才那位，你是被害人家屬嗎？還有誰是？請你們控制好自己的情緒，不要影響本庭的審判。如果你們再這樣，本庭將把你們逐出法庭。公訴人對被告人可以進行訊問。被告人丁麗麗，你是怎麼到案的？怎麼被抓獲的？請簡單的講述一下從晚飯時間到車禍發生時的經過。那天晚上，我跟幾個朋友在私房菜聚會。我龍國浩可就坐等着你這一哥使我們的股市翻番了啊！謝謝龍總支持。來，我前2天喝多了，胃不太舒服，以水代酒，敬龍总。好，乾杯！丁麗麗，好，你別見怪啊，這都是我的合作夥伴，大家一起坐，一起聊聊啊！好，後來我們就去了 KTV 唱歌。來，咱喝一個來。大概是凌晨4點鐘左右，我自己先開車回去了。大概凌晨5點鐘，我還沒有睡着，我就想出去兜風，就開車出去了。沒想到出了車禍，然後就在現場等候警察來處理。那發生車禍時，你記得你的駕駛時速是多少嗎？我就是正常行駛，我沒注意。那交警到達現場後對你進行酒精測試了嗎？結果是多少？有，但我沒看到結果。你的這輛奔馳 SUV 購置於什麼時間？今年上半年吧，大概幾個月以前。那你有取得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機動車駕駛證嗎？沒有。那你有在國家認可的正規的駕校培訓學習過嗎？也沒有。行吧。那下面來說說你喝酒的情況。
那天晚上，大家聊得比较尽兴，都喝了酒。我有点不太舒服，基本上没喝。他们是谁？喝的什么酒？彩云集团的龙总，还有他的几个朋友，喝的是白葡萄酒吧。你平常的酒量如何？1瓶白酒，1瓶洋酒，不是问题。你平常最喜欢喝什么酒？我喜欢喝苏格蘭威士忌，比較高檔。我不喜歡葡萄酒。審判長，公訴人訊問完畢。辯護人對被告有無發問？沒有。被告人丁麗麗，現在回答法庭的提問。你一共撞了幾輛車？不清楚。現場一共5車相撞，你是撞到第1輛車之後就等候交警來處理的嗎？我當時太困了，好像有點神志不太清，我記不清楚了。被告人丁麗麗，發生事故以後，你第一時間採取報警了嗎？我看到有人報警了，我就在現場等候警察。你剛才說你什麼都記不清了嗎？啊，對，我就是太困記不清了，可能記混淆了。被告人，剛才你當庭解釋說你基本沒喝，那麼你講一下，這個基本沒喝，你到底喝了多少？我當天腸胃有點不太舒服，我好像喝了點，也好像沒喝，反正肯定沒有喝醉。安靜，請你控制好自己的情緒，旁聽席不准發言。現在進行舉證質證環節。首先，由公訴人就起訴書中指控的犯罪事實向法庭提供證據。好的，審判長。下面宣讀證人童書的證言。蛋蛋，你一個人吃呀？哥哥以後跟你就是一家人了，好東西是不是應該要分享呀？嗯，哥哥給你吃，謝謝。媽媽，你哥哥以前是住哪裡？傻蛋蛋，哥哥以前當然在自己媽媽家呀。爸爸媽媽、蛋蛋和哥哥，一個家4個人，8隻眼睛8條腿。以後哥哥跟你經常在一起好不好？不好，咱們要跟哥哥一直在一起。對，永遠在一起。节哀吧。不可能。下面宣讀證人易可人的證言。那天，我老公去機場接客戶，他知道我快生了，他就拼命的往回趕，拼命的往回趕。現在羊水已經破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剛做完剖腹產手術，不要亂動。我的孩子呢？易可人，對不起，孩子沒有保住。那我老公呢？你老公今天在跨江大橋上出了連環車禍，沒有被搶救過來。节哀。現在宣讀證人洪森的證言。我爸是搬家公司的裝卸工人，幾十年只認埋頭幹活，勤勞致富，蠻有出息。打小他就扔我的彩筆，
撕我的漫畫，可我还是考上了美术学院。那天，他就是撕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哼，学美术，你吃什么喝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们不可能养你一辈子。谁说画画賺不了錢？人家現在靠賣畫也能賺大錢，我能養你。人家賺錢啊，那是因為人家出名了。你有那能耐嗎？你養我，我都快50了，我能等到那一天嗎？我去打工呀，我去兼職，我不睡覺，我不談戀愛還不行嗎？只要您同意我畫畫，其餘時間我都去掙錢，行不行？你眼裡只有錢，你從來沒有問過我，可我喜歡畫畫呀。喜歡有個屁用！我告訴你啊，我是過來人，我是為你好，你懂嗎？你媽媽每天都伺候4個老人，你不能讓她去伺候你，你這叫不孝。哎呀，行了，他爸，你也別上火了。兒啊，你也少說2句吧。我告訴你啊，只要我活着一天，你就不能去學美術。我為什麼是你兒子？我恨你！你再給我說一遍！啊！爸，妈，救命！下面是被告人丁丽丽血液酒精含量检测報告，請法庭傳證人到庭。被告人當天在現場進行了血樣抽取，抽血檢測結果顯示為每100毫升血液含183.4毫克酒精，屬於醉酒駕駛。辯護人是否有意見？有。辯護人有很大的意見，請法庭注意。按照規定，血樣3日內送檢，且3日內出具鑑定報告。本次事故發生當日是9月11號，而公訴人提交的這份血液提取登記表上，日期欄填寫的卻是17號，相差整整6天。辯護人對這份血樣的真實性存疑。下，辯護人再提醒審判長注意，請仔細看消毒液名稱一欄，本欄中明確注明是康必利消毒液，該消毒液的主要成分是乙醇，含75%的酒精。檢測血液酒精含量，依照嚴格規定是不應用酒精類藥品對皮膚進行消毒，因其很有可能污染抽取血樣。因此，依照該血樣做出的鑑定結論不應作為定案證據。其三，在這份血液提取登記表上，明確注明抽取1號血樣5毫升和2號血樣6毫升，而在這份血液酒精鑑定意見上，注明的是提取1號血樣6毫升，容量有出入啊。辯護人有理由相信，該血樣存在變質、調換、污染等人為因素的風險，應當予以排除。證人，辯護人所指出的是否屬實？當天醫院特別忙亂，同一時間出現的連環車禍與突發火災的傷者都送到了我們醫院。填寫日期數字時，很有可能因為着急連筆，造成了書寫出入。哦，很有可能，那就是不排除犯錯的可能，對嗎？不對，在給丁麗麗抽取血樣時，是嚴格按照醫學流程執行的，在擦拭消毒液待其乾燥後抽取。當皮膚乾燥時，消毒液中的乙醇已完全揮發，並不會影響到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交警執法記錄儀應該都有視頻錄像。流程不會錯，但人會犯錯。程序不正義，結果即非正義。根據強制性國家標準，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測所規定，抽取血樣不應採用醇類藥品對皮膚進行消毒。該血樣作為認定被告人丁麗麗是否存在醉駕的唯一核心證據，由於採集方式違法，卻存在諸多瑕疵，
辩護人認為應當予以排除。審判長，公訴人請求對封存血樣進行2次鑑定。反對，採集方式已經違法，2次鑑定不具任何意義。公訴人，你是否還有其他能證明被告人有醉酒的其他證据？審判长，據記錄，案發當天交警所使用的呼氣酒精測試儀曾經顯示，被告人丁麗麗的呼氣酒精含量數值為134，這遠遠超過了國家規定的每100毫升血液含80毫克酒精的醉酒標準。快點！都134了，還說沒喝酒，帶走。據辯護人了解，呼氣酒精測試儀於當日在現場已被摔壞，測試儀器的精準性本身也值得懷疑。按照慣例，呼气酒精測試結果不宜單獨作為定案證據。法庭認可辯護人的意見。骗子！骗子！洪森，请公诉人繼續舉證。請合議庭翻到卷宗證據項第34頁。在本次事故中，經由電子警察抓拍報告顯示，被告人丁麗麗以時速180公里的速度違規越過雙黃線，直接撞上了左側行駛而來的奔奔車。而該路段規定的速度是每小時80公里，丁麗麗超速1倍以上，屬於嚴重超速，情節相當惡劣。辯護人，你對證據有什麼意見？審判長，辯護人沒有意見，但辯護人想強調的是，被告人丁麗麗並非自願超速行駛，而是在被迫甚至無奈的條件下，本能地想反抗逃生，才一時大意超過了規定時速。被告人丁麗麗客觀來說，只是一名幸存下來的受害者。辯護人，是否有證據出示？有，相關媒體對於此事的新聞報道，還有證人劉月陽的證詞。請法庭傳證人到庭。好，通知本案證人劉月陽到庭作證。刘月陽，你在證言中提到，丁麗麗下車砸碎了一輛緊跟其後的車玻璃，雙方還有過肢體接觸。隨後，丁麗麗上車開走了，是嗎？是這樣。那記者是否受傷？女記者有受傷。那是否立刻去了醫院？當丁麗麗跟記者發生衝突的時候，我曾上前詢問過她是否需要幫助，但女記者卻讓她的男同事很快上了車。車開出去沒多遠，前方就發生了車禍。2名記者呢，也第一時間在現場進行了拍攝記錄。那是否還記着丁麗麗上車時候的狀態如何？情緒非常激動。哦，那是否說明，因為娛樂記者的窮追不捨，被告人丁麗麗在壓力之下做出了失去理智的行為？首先，砸碎了記者的玻璃，隨後，因為仍然不能擺脫，於是在逃避中，導致駕駛失控，釀成悲劇。我只能說，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好，審判長，根據監控記錄，被告人丁麗麗所駕駛的奔馳 SUV 以及尾隨其後的那輛別克，雙方在發生衝突之前，2輛車的時速同時超過了170公里。結合證人劉月陽的證詞，以及辯護人所提交的各大媒體刊登的一系列針對丁麗麗事發前夜偷拍的照片，相互印證了被告人丁麗麗一直處於媒體記者的不斷騷擾之中。正常人在這樣的強大壓力之下，完全有可能一時喪失理智，做出出格行為。
太厲害了，不愧是鼎鼎大名的大律师啊！证人，你是否能判断，被告人在受到记者的骚扰之下，而导致失速发生车祸，这二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我无法做出这样的判断结果。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在我刚才的证词当中，我曾提到过，当双方发生冲突时，我曾上前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当时，我聞到了丁麗麗口中濃重的酒精味，毫無疑問，她一定是酒後駕車。反對。為何反對？審判長，證人所說的只是種推測，請證人注意用詞準確。證人，本庭問你，當時你確實聞到了他的嘴裡有酒精味嗎？我肯定，丁麗麗當時渾身透着濃重的酒精味。我叫米柔，29歲，是齊州娛樂週刊的記者。那案發前一天，你是否對被告人丁麗麗進行了跟蹤拍攝？是，報社收到線報，丁麗麗這次回齊州是要和神秘女子約會，所以從她下飛機開始，我和我的同事就對她進行了蹲點跟蹤。快！今天有大新聞啊，千萬別給我拖後腿啊！好了，我知道了。那當天你們是用什麼樣的方法跟蹤拍攝丁麗麗的呢？當天我們是駕駛了單位的一輛別克汽車，全天候跟拍。在你們跟蹤拍攝的過程當中，是否採取了什麼過激的手段，會對被告人丁麗麗的人身安全構成一定的威脅？沒有，我入行10年了，做我們這行的相關法律都懂，我們絕對沒有採用違法手段。駕車跟隨丁麗麗也只是保持了一段的安全距離。我問你，被告人，你是否對證人的證詞有意見？他說謊，法官。他們跟蹤我，行事囂張，就差直接拿鏡頭對着我的臉拍了。哎，李總，只要有丁麗麗的加盟，咱們以後啊，一直就翻番了。別拍！怎麼又是？跟你們說多少次讓你們別拍了啊？還拍？滾！我再敢拍，我找人弄死你們，信不信？我3番5次的警告過他們。可他們還是像狗皮膏藥一樣一直跟着我，換作是你們誰不生氣？快跟上！再跟着我就不客氣了。
跑紅燈，深更半夜不開車燈，在公路上高速行駛，難道這些都不危險嗎？啊！你們已經跟蹤我半年了，你們到底還要跟蹤我多長時間？證人，剛才被告人說你跟蹤他長達半年，情況是否屬實？這半年我們確實是在跟丁麗麗，但我也強調，我們絕對堅持了身為記者的原則。沈班長，记者跟拍被告人丁丽丽長達半年之久，給被告人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也是造成此次車禍的源頭。可以說，對名人的隱私權造成侵犯的媒體才是真正的兇手啊！被告人也是其中的一名受害者，車禍純屬意外。被告人並無主觀惡意，危害公共安全。公诉人，你可以继续发表意见。好的，审判长，请合议庭翻到卷宗证据箱第58頁。证人，我這裡有一組照片，需要你確認一下，看看是否是你拍攝的。證人，這組照片是你拍攝的嗎？是，警方要求協助調查，我們提供了相機卡中當天拍攝丁麗麗的所有照片。好，那請證人再明確回答，是在哪裡、什麼時間拍攝的這組照片？這組照片是從 KTV 出來之後，跟隨丁麗麗去她的住宅玉嶺城花園小區拍的。好，那我們請法庭着重看第4號照片。通過這張照片，是否能夠看到被告人丁麗麗正在喝一杯褐色的液體，而被告人面前的桌上擺放的正是一瓶被告人最喜歡的威士忌洋酒。大家都知道，威士忌是烈酒，一般的人喝了会比普通白酒更容易上头。所以，根据這組照片的反應以及其他相關證據，印證了被告人丁麗麗在造成車禍之前曾大量的飲酒，普通人的血液酒精含量必定達到醉酒狀態。反對，反對公訴人的說法。被告人飲酒和醉酒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概念，公訴人只是一種猜測，並沒有定性的證據呀，對吧？被告人丁麗麗在法庭上出現的這些照片是否屬實？屬實。在你交代的事實裡，為什麼刻意隱藏了回家飲酒這一部分內容？這是我的個人隱私，我不想說。你當時手裡拿的是不是威士忌？是。喝了嗎？喝了一口。你說你當晚一直被人跟拍，那這個時候你是否知道有人在跟拍你？我不知道。從 KTV 出來以後，我以為我把他們給甩了。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知道我的住處的，那是我新買的房子。那個時候你站在窗戶邊幹什麼？那個時候有個神經病大半夜的在外面放煙花。證人米柔，這組照片顯示，這個位置跟被告人相當的近。那麼你們當時處於什麼位置拍攝的這一組照片？這是用無人機升空拍攝的一組照片。無人機？是。我來。證人，從 KTV 出來以後，是否跟丟了被告人？是跟丟了。那後來你們是如何找到丁麗麗家的？這麼多年做記者，這點能力我們還是有的。我們有自己的線報。
证人，你说当时你们在楼下操控无人机是吗？是的。当时你是否也看到了烟花？没有。你说谎。证人，如果是凌晨5点左右，有人在小区放烟花，应该是非常明显。你在室外作业，你甚至连听也没听到，看也没看到，是吗？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本庭提醒你，你作为知道本案的事实人，如故意做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将要负法律责任。你清楚了吗？我知道，我说的是事實。那你看一下那张照片左上角是什么東西？证人，你为什么要说假话？审判长，证人证词前后不一，事实不清，请法庭不予采信。辩护人认为，公诉方错将被告人丁丽丽判定为醉酒驾车，其酿成事故的超速原因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呐。那麼在此次事件中，不顧一切跟拍偷拍記者的行為，才是一切原因的導火索，依法應予追究記者的責任。而被告人所犯最多只是交通肇事罪，而並非危害公共安全罪，請合議庭慎重考慮。追究我的責任？憑什麼追究我的責任啊？要追究也是丁麗麗的公司，她想紅想炒新聞，所以主動給我們線報，要不然我們能隨時跟得這麼緊嗎？要追究也是他們整個團隊自己運作的責任。你說什麼？是我公司讓你跟蹤我的？你以為呢？你的手機定位早就被你的經紀人監測了，每次都是他主動告訴我們你的位置，還千叮嚀萬囑咐的說，標題要越爆越好，版面要越大越好。要不為什麼那麼多明星拿我們記者沒有辦法呢？因為這就是一個互利互惠的需求體系。想讓我們拍的小明星多的是。審判長，鑑於證人和被告人的經紀公司之間存在着利益交換，而證人的證詞又對於量刑有着關鍵的影響，所以公訴人有理由懷疑證人證詞的真實性，請求進一步調查核實。經過以上開庭審理，本庭充分考慮，認為質證環節的證人證言中出現了諸多與庭前準備時所提供的材料相悖之處。本庭認為關鍵證據還需進一步調查核實，擇日再審。別激動。有什麼事跟姑姑說啊？孩子，有啥事跟姑姑說啊？我跟我爸啊？什麼？我跟我爸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恨你。啊！哇，姐，你这手速，服了。不是很快，主要是解压。聊聊这个案子都有什麼想法？我覺得丁麗麗這個案子吧，無證駕駛肯定是板上釘釘，沒什麼好說的了。但至於到底是醉酒還是酒後，到底他是主觀超速呢，還是被追逐？到底是交通肇事還是危害公共安全？
我觉得记者的证言证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错，记者的证言证词虽然不能影响咱们案件的定性，但却是咱们法庭呢酌情考虑量刑的重要因素。我觉得今天公诉人说的话好像有点道理。公诉人说，那个记者有可能是被丁丽丽的公司给收买了，然后作证说，因为他们的尾随，所以造成了丁丽丽的客观压力。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齐源？所以说啊，各种可能我们都要想好了，进一步的调查核实，然后准备二次开庭。